我把暗戀的人寫進小說，一夜爆火，全網都在扒男主的原型究竟是誰。只可惜當初我藏得太深，竟沒人知道我曾那樣小心翼翼地喜歡過一個人。一晃10年過去了，我原以為自己早已釋懷，直到在表姐的婚宴上再次遇見了那个讓我用整本書去描摹的人。快来認識一下我們家的大作家程念威，等會兒每人送一本他寫的小說啊，回去都給我認真讀。哪裡，純粹是運氣好。你們那屆有個叫沈彥洲的吧？聽說現在在北京當大律師，一年掙的可多了。何止呢，我聽說他今天也會來，新郎不就是他堂哥嗎？聽到沈彥洲這3個字，我當時愣在原地。你們是在聊我嗎？我渾身一震，幾乎是僵硬的，一寸一寸轉過身，然後就看到那個10年未見的人就這樣毫無徵兆地出現在我面前。沈彥洲似乎和記憶裡沒什麼兩樣，依舊是那張輪廓分明的臉，只是褪去了少年的青澀，多了幾分成熟男人特有的沉穩與凌厲。他的目光好像落在我身上，我下意識攥緊了手，腦海裡閃過無數種打招呼的方式，可他沒給我任何開口的機會。他的視線很快越過我，看向剛才提起他的那位親戚。你在北京混得也不差。所有準備好的話全堵在了喉嚨裡，我的心像被一只無形的手死死攥住，然後沉沉地墜了下去。也是，我憑什麼奢望他還記得我？胸口忽然悶得發慌。我去趟洗手間。隨後便像逃跑一樣轉身離開。我在外面緩了緩神，突然看見沈彥洲特意出來接一個漂亮女人，我認出了她，蘇婉清，我高中時最要好的閨蜜。你是程念威？是我，好久不見，蘇婉清。你怎麼不跟我說程念威也來了？還是你也沒認出他？他是你同桌啊。不記得了。簡簡單單3個字，比任何話都更刺人。我覺得眼眶一陣發熱，用盡全力才勉強擠出一個笑。婚禮快開始了，我們先進去吧。說完，我率先轉身往宴會廳走。婚禮結束後，表姐熱情地拿着我的書分給幾個朋友，其中就有沈彥洲。我一點都不擔心他會看。高中3年，我從沒見過沈彥洲翻言情小說。我轉身要走，腳步卻猛地一頓，一個被我忽略的細節突然像驚雷一樣在腦中炸開。沈彥洲是不看言情小說，但只要他打開第1頁，就能立刻看到上面清清楚楚印着小說男主的名字：高3 8班沈宇洲。我呼吸一滯，急忙回頭。等一下！來都來了，我給你簽個名吧。你確認完全蓋住那3個字後，我才鬆了口氣。可當我再抬起頭，整個人僵住了，周圍不知何時安靜下來，所有人都震驚地望着我。程念威，你現在怎麼這麼出人意料？真是變了。我握着書的手一抖，心裡那股熟悉的酸澀又翻湧上來。是啊，我變了。從前我是個悶葫蘆，使棍子都打不出一個屁來，連喜歡沈彥洲，想多跟他說幾句話，都要在心裡排練無數遍。比起那些敢直接跑到沈彥洲面前的女生，我懦弱的像一隻縮在殼裡的蝸牛。可現在，我明明已經努力變得更好、更開朗，甚至在陌生場合也能談笑風生。為什麼一見到沈彥洲，我又變回了那個笨拙的程念威？我心裡一酸，不由得攥緊了手裡的書。謝謝，我會好好看的。婚禮結束後，我留下來幫表姐清點禮金。蘇小姐真不愧是我老公上司的女兒，你看，光禮金她就給了5位數，等她結婚的時候，我還得添1半還回去。我手一頓，她要結婚了。我手一頓，她要結婚了。聽我老公說，蘇小姐和那位姓沈的大律師好事將近了，估計明年就辦婚禮。是嗎？那挺好的。這一晚，我躺在熟悉的老床上，一整晚都沒合眼。第2天是高中母校的100年校慶，校園裡人來人往，我卻第一眼就看到了沈彥洲。鬼使神差的，我走了過去。沈彥洲，你也來參加校慶？今天有個演講。我頓時明白了，沈彥洲是我們那屆的高考狀元，現在又混得這麼好，自然會被請來做演講。可說完這句話，我們就尷尬地沉默下來。此時正好一群學生搬着桌椅經過。這是在幹什麼？學校的新教學樓啟用了，這棟老樓過陣子要拆掉，我讓學生們把裡面的桌椅都搬出去，你們想去看一眼就趁現在吧，以後就看不到了。
我想去看看，你去嗎？好。我们一前一後走到曾經的教室，推開門的一瞬間，仿佛回到了高中時代。這是我的桌子，你看，側邊還有我刻的字。那時候班裡流傳一種說法，只要在自己桌邊刻上喜歡的人的名字，他就能感受到你的心意。我立刻用身體擋住桌子，卻見沈燕洲正望着某個方向，明顯在出神。我暗自鬆了口氣，心頭又有些發澀。看完了，我們走吧。沈燕洲收回視線，淡淡應了聲。我先轉身離開，因此沒有看到在邁出教室的瞬間，沈燕洲忽然回頭看向角落裡的一張桌子，那張桌子的側邊刻着程念微。走出教學樓，我抬頭看到一棵很眼熟的榕樹，便不由想起了往事。啊，我跟你說個好笑的事兒。以前運動會，我們班不是總被安排打掃操場嗎？有一次我掃完懶得回教室，就躲在這棵樹下看小說，看着看着居然睡着了。半夢半醒間，我感覺好像有人給我披了件衣服。可等我醒來，身上什麼都沒有，我還以為是幻覺呢。不是幻覺。時間仿佛一瞬間靜止了。那不是幻覺。我整個人定在原地，心跳都漏了一拍。那不是幻覺。我整個人定在原地，心跳都漏了一拍。燕州，你們在聊什麼呢？蘇婉清不知何時出現在我們身後，笑盈盈地走近。聊以前的事。什麼以前的事？有我在吗？我激動的心在看到蘇婉清的那一刻忽然冷靜下來。我在胡思亂想什麼，我突然又想起那個周末沈燕洲約我去圖書館複習，可等我赴約時，正好撞見蘇婉清紅着臉向沈燕洲告白，我直接落荒而逃。那天晚上我輾轉反側，還是鼓起勇氣給蘇婉清發了條消息。蘇婉清幾乎秒回，他說我們年紀還小，等上了大學再說。其實從那一刻起，我就該死心了。我勉強笑了笑，沒聊什麼，我還有事先走了。沒等他們回應，我直接轉身離開。回到家後，高中時的班長發來消息，邀請同學們去他家新開的度假酒店聚會。想到和同學們也多年沒見，我便答應下來。第二天，我如約到了度假酒店，推開門，卻看到沈燕洲竟然也在，他身邊坐着蘇婉清。我自嘲地彎了彎嘴角，挑了一個離沈燕洲最遠的位置坐下，然後四處張望，想找點熱水。能給這邊每位女士都上一杯熱水嗎？我動作微微一頓，就聽見班長笑着打趣。怎麼，我才勸蘇婉清喝了幾杯酒，你就心疼上了？還特意為了給她一個人上熱水，給所有人上熱水啊？就你話多是吧？沈燕洲難得開了句玩笑，我突然意識到他不是天生沉默寡言，只是這份鮮活從未向我展現過。我移開視線，抿了一口剛端上來的熱水，熱水暖胃，卻暖不了心口，憑空缺掉的那一塊。過了一會兒，班長鬧着要玩遊戲，幾個人隨機分組比默契，猜對最多的組獲勝。我和沈燕洲被分到同一組，面對面坐下。程念微最喜歡的水果，芒果。程念微最喜歡的顏色，藍色。班長一連問了幾個問題，沈燕洲都答得又快又準。看不出來啊，我還以為你們當年不太熟呢，原來都是背着我們偷偷聊的。班長只是隨口開玩笑，沒人會當真。只有我隨着沈燕洲的回答，心裡漸漸浮起一種怪異的感覺。這時我敏銳地注意到蘇婉清越來越僵硬的臉色。抱歉，我去趟衛生間。我不認床，但這一晚卻輾轉反側到深夜。第3天，我按計劃去爬山，出門時正好碰見沈燕洲和蘇婉清，我們便決定結伴同行。你看嘛，我就說早上的風景好吧，要不是我，你哪看得見？是，多虧你。我默默跟在後面，覺得自己就是個超級大電燈泡。就在這時，沈燕洲忽然回頭問我：聽你表姐說，你那個小說要加印，版權合同簽了嗎？是有這回事，不過出版社還在走流程。那你簽字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分成比例和授權期限，別被人坑了。我不自覺地接話：那我是不是該請個律師啊？沈燕洲，我不行，崴到腳了，好像走不了了。我背你下山。我幫忙。
於是我們三人又匆匆往山下走，我走在後面，看着前面沈燕洲背着蘇婉清一步步下山的背影，忽然想起高一运动会时的一件往事。那次我参加800米长跑，在终點線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也是沈燕洲越過所有人，把我背到了醫務室。少年背上清冷的氣息，是我對這段少年情愫最深的注解。我攥緊手心，不再多想，默默跟了上去。沈燕洲把蘇婉清送回酒店房间後，我便和他一起出去找醫生。拿到藥油，沈燕洲突然要接個電話，我只好一個人先回去。酒店房間裡，我正給蘇婉清上藥，卻聽他忽然說：对了，年薇，你給我個聯繫方式吧。你有什麼事嗎？現在大家都在北京，見面也方便。過幾個月我和燕洲有件大事要慶祝，到時候請你吃飯。不用了，北京那麼大，也許我們以後不會再遇見了。沒事的話，我先走了。我現在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，離開這個地方。謝謝你的招待，但我北京還有事，就先走了。我正坐在車裡望着窗外的風景，手機忽然響了。喂，念薇，你認識那個電影導演賀景神嗎？我愣了一下，怎麼會不認識呢？2年前，為了找創作靈感，我去橫店當了幾個月的群眾演員，認識了當時還默默無聞的賀景深。我們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，專門演屍體，常常一躺就是好幾個小時。只是後來，賀景深拿下了新銳導演獎，名聲大噪，我不好意思再去打擾他了。算是認識，怎麼了？他聯繫了我們出版社，說想把你的小說改編成電影，你快回北京，這回不等人。好，我現在就回。掛了電話，我立刻訂了晚上8點的機票。表姐知道我這麼快就要回北京，拉着我就要去買些特產給我帶回去。逛完後，表姐又帶我去吃飯。路過一家店門口，我才後知後覺地反應過來，這不是高中時我和沈燕洲常來的那家麵館嗎？雖然是南方人，但我們都特別愛吃麵條，來這裡十有八九我都能碰上沈燕洲。吃完我去前台結賬，老闆娘卻打量了他好幾眼，突然驚喜道：是你啊，小同學，你好久沒來吃麵了。你那個男朋友呢？你們還在一起嗎？什麼男朋友？就是那個跟在你身後的男同學啊，他每次都跟你點一樣的牛肉麵，坐在斜對面偷偷看你，我還以為你們呢。我身體猛地一僵，腦海裡不可思議地浮出一個念頭，可剛浮出來又被我壓了回去。不可能是沈燕洲，大概只是老闆娘看錯了。看不出來啊，程念薇，你還有這樣的舊桃花。我攥緊了手裡的袋子，最後只是摇搖頭。都過去了。買完東西後，我就獨自去了學校操場。我蹲在梧桐樹下，小心地挖開泥土。10年前，我和沈燕洲在這裡埋過一個時間膠囊。當初我們約定一起開啟，可看他現在的樣子，怕是早就不記得了。我拆開膠囊，裡面靜靜躺着2張泛黃的紙條，一張我的，一張沈燕洲的。我展開自己的那張，熟悉的字跡映入眼簾。10年後的程念薇，你好，請問你在畢業前有沒有跟沈燕洲告白？你們最後在一起了嗎？如果什麼都沒有，程念薇，你現在還喜歡他嗎？我的眼眶突然就紅了，拿出筆，鄭重地在紙上寫下回答。10年前的程念薇，你好，你沒有告白，也沒有和沈燕洲在一起，你是個膽小鬼。至於喜不喜歡，一切都過去了，不是嗎？你們早就有了各自的新生活。寫完最後一句，我把紙條放回時間膠囊，看着膠囊裡另一張沈燕洲的紙條，糾結了片刻，還是沒有打開它。這本就是和可降解的時間膠囊，我扒出來的時候，好些字都已經看不清了。或許用不了多久，一切就會塵歸塵，土歸土。我把時間膠囊埋回原處後，就離開了。過了大概半個小時，沈燕洲也出現在這裡。他得知程念薇提前離開後，便也開車匆匆告辭了。此刻他看着地上翻動過的泥土，有些怔了。沈燕洲挖出時間膠囊，剛站起身，程念薇的紙條就被風不小心吹走。他漫不經心地彎腰去撿，卻在看清紙條上新添字跡的瞬間，整個人僵在了原地。我回到北京後，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耗在了出版社。对了，今天我們還約了個律師，待會兒有什麼不清楚的儘管問。推門進去的瞬間，我微微一頓。他聽見聲響，回頭看來，目光與我相遇的剎那，我們都沉默了。而後是沈燕洲先向我伸出手。你好，程小姐，我是負責你這本合同的法律顧問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伸手與他相握。你好，
會議開始後，我第一次見識到工作狀態下的沈燕洲。他講解合同條款時，邏輯清晰，偶爾沉思的時候，陽光掠過他認真的側臉，在他微蹙的眉間投下細碎的影子。我忽然就想起高3的那個午後，他被數學老師叫上講台，解一道數學題，也是這樣不卑不亢，一口氣講了3種解法。他似乎一直都是這樣耀眼，從未變過。我不自覺低頭笑了笑，正在講解條款的沈燕洲聲音忽然頓了一下，收回了偷看我的目光。还有什麼不清楚的嗎？沒有了，你已經說得很詳細了。那就先這樣，我把合同送去給主編，你們在這兒等一下。會議室瞬間安靜下來。前幾天怎麼突然走了？他頓了一下，又補充道：是班長托我問的。你是觉得哪裡玩得不舒服吗？沒有，就是臨時有些急事要處理。沈燕洲點點頭，然後我們又一次沉默下來，尷尬的氣氛重新降臨。今天真是多謝你了。天哪，我還沒注意，沈律師的名字跟小说男主的名字讀音居然很像哎！我的心臟猛地被攥緊了。你不是還有事情想跟我說嗎？我們快去辦公室吧，今天就到這兒吧，下次請你吃飯啊。下次什麼時候？他才說出幾個字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摟着編輯走了。沈燕洲抿緊薄唇，眼底閃過一絲黯然。另一邊，老實交代，你是不是之前就認識沈律師？我早就覺得你不对勁了。我們是高中同學。你之前說這本小說是你真實經歷改編的，所以沈律師就是你暗戀的那個人。我承認了。可你就真的打算一輩子不跟他說這事兒？小說他確實有可能看不到，但電影一上映，他總會知道的。與其從別人那裡知道，我覺得還是你先跟他說比較好。我垂下眼眸，我會找機會跟他說的。正式簽合同的日子定在了周日。你來得好早。這間會議室裡又只剩下我們2個人。沈燕洲嗯了一聲，便沒再說話。我抿了抿唇，低下頭準備玩手機時，你的小說……我猛地一驚，抬頭看向他。程念威，導演來了！我心裡抓惱似的無語，扭頭看向門口。程念威，你這什麼眼神？不歡迎我？哪能啊！你坐。你們之前就認識嗎？程念威，待會兒有事嗎？沒事。行，那待會兒簽完合同跟我走。我想問為什麼，但最後只是點了點頭。看到這一切，沈燕洲沉默地攥緊了手。你剛才想說什麼？沈燕洲搖搖頭，最終只是輕聲說：沒什麼。正式簽完合同後，加個微信吧，以後有什麼事也好聯繫。好。加完之後，我才跟着賀景深走出會議室。找我什麼事？程念威，你到底是腦子不好，還是單純不想見我？當初可是你說的，以後來了北京一定要來找我。可結果呢？除了剛來北京跟我見了一面，你放了我幾次瓜子了？我簡直目瞪口呆。可你不是也沒主動約我嗎？我以為你忙。到底是誰不想聯繫誰？我拿獎那天，手機都快被祝福擠爆了，可你呢？就發了個恭喜，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。你在怕什麼？怕我拿了獎就跟以前不一樣了？如果不是這次我主动找上門合作，程念威，你是不是以後都不會再來找我？賀景深直白的話讓我一下哽住。我仔細看着他的眼睛，那雙淺色的瞳孔裡依然閃爍着熟悉的桀驁光芒。他還是那個敢為群演出頭頂撞領班的少年，還是那個明明帶着幾十萬的名表，卻跟我一邊吐槽盒飯難吃一邊卡着點狂奔去拿飯的夥伴。我忽然笑了。好，您大人不計小人過，就原諒我這一回吧。那你來當電影編劇，天底下還有誰比原作者更合適？行，我當。周末陽光正好，賀景深請全劇組的人一起去附近的營地玩。我剛到營地，就看到賀景深戴着墨鏡，跟個大爺似的躺在躺椅上，而沈燕洲穿着休閒服，正安靜地站在烤架前忙碌。我驚訝地看向身旁的編輯，沈燕洲怎麼來了？我昨天湊巧碰到沈律師，就隨口問了一句。本以為他這樣的大律師哪有時間出來玩，沒想到他一聽說你也來，一下子就同意了。說不定你這暗戀不是單相思呢。我心臟猛地一緊，還想說什麼，卻見蘇婉清從帳篷裡面走了出來。看見沒？那就是沈燕洲的女朋友蘇婉清。你就別給我牽紅線了，
拆人姻缘，天打雷劈。说完便走向贺景深旁邊坐下。等人到齊後，賀景深給大家介紹，做了簡單的介紹。今晚組局主要是為了之後的工作提前熟絡一下，大家放心玩，不用拘束。我們玩真心話大冒險吧，就當是破冰遊戲。在場人都沒什麼意見，幾輪遊戲下來，氣氛越來越熱鬧，直到轉到了沈彥洲，他坦然接受懲罰。誰來問？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因為他身上那股沉穩又銳利的氣勢，都沒人敢開口。我正想隨便找個由頭幫他解圍。現場這些人裡，有你喜歡的人嗎？現場這些人裡，有你喜歡的人嗎？這個問題一出來，所有人都安靜了。沈彥洲微微擰眉，在，我喜歡的人就在現場。他目光始終平靜地落在前方，而他身邊的蘇婉清正羞怯地垂着眼眸，兩人儼然一副心照不宣的模樣。行了，下一個。過了一會兒，我起身去附近的洗手間，蘇婉清跟了上來。程念威，我們是最好的朋友，對嗎？我沉默了，從前也許是，可現在真的還能叫朋友嗎？我喜歡沈彥洲，當時我就跟你說過一次了，現在我再說一次，我喜歡沈彥洲。如果你還當我是朋友，就離他遠一點。我忽然僵住了，想起畢業前的那一晚，沈彥洲給我發消息，說有話想跟我說。那時候的我們已經很久沒說過話了。自從我知道他和蘇婉清的約定之後，就有意無意地拉開了和他的距離。可看到這條消息，我還是忍不住想去見他。當我跑到教學樓後面，甚至已經看見沈彥洲站在樹下，可我剛想往前走，蘇婉清就擋在了我面前。那時他也像現在這樣笑着對我說：“程念威，我有個秘密要告訴你。”有人跟我說，沈彥洲要在今晚跟我告白，正到處打聽我的喜好。他待會兒要是找到你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告訴他我喜歡什麼，不喜歡什麼。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嗎？我當即僵在原地，滿腔期待瞬間冷卻。等蘇婉清離開，我在看樹下的沈彥洲，他正低着頭看手機。隨即我的手機響了，是他發來的信息，我眼眶都紅了，卻在那一刻轉身離開。我做不到親手把沈彥洲推給別人，所以我只能發去信息：抱歉，我來不了了。我從一開始就是徹頭徹尾的膽小鬼，當時我不敢回頭看沈彥洲看到我消息時的表情，現在我也不敢再回蘇婉清一句。那我呢？你的喜歡是喜歡，我的喜歡就不是喜歡了嗎？明明我已經足夠用心的遠離他了。我選了南京的大學之後的10年，再也沒有回頭看沈彥洲一眼，連他的消息都不敢多問。我把喜歡藏得好好的，沒人知道我也曾那麼用心的喜歡過一個人。蘇婉清，你不用說這些。我從未想過插入你們之間，以前是這樣，現在也是這樣。說完，我轉身的瞬間撞進了一雙深邃的眼眸裡。沈彥洲不知在那裡站了多久，也不知他聽到了多少，他只是站在那裡，就像高中的那3年，永遠安靜地處在我心臟的一角。我突然覺得有些喘不上氣。程念威，沈彥洲才開了個口，我就毫不猶豫地抬腳離開，像是根本沒看見他一樣。他從未被我這樣無視過，一顆心莫名的揪緊了。來找我嗎？你剛才跟程念威說了什麼？我問他對賀景深是什麼感覺。他怎麼說？他說他挺喜歡他的，從小到大他不都喜歡賀景深這種活潑開朗的男生嗎？沈彥洲的心重重地沉了下去。是啊，那年他想跟程念威告白，於是約他出來，卻沒見到人，反而被蘇婉清在人前告白。沈小洲，我喜歡你。對不起，我有喜歡的人了，他是程念威。你知道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嗎？要不要我幫你？你不生气？她是我最好的闺蜜，她要是幸福，我高興還來不及。那他喜歡什麼樣的男生？他喜歡開朗的、外向的、會打籃球的男生。沈彥洲頓時沉默了，這些標籤跟他一個貼切的都沒有，所以這就是程念威對別人都很熱情，唯獨對他冷淡的原因嗎？他不喜歡他這種類型的男生。沈彥洲當時很失望，加上那之後，他敏銳地察覺到程念威一直在躲着他，他就更沮喪了。但他沒灰心，
前一晚還是決定告白這件事，他只告訴了蘇婉清，畢竟他是程念威最好的朋友。可那一天他沒能等到程念威。之後時間過得很快，畢業、上大學、工作，他再也沒有見過程念威。於是他以為自己已經漸漸放下了這段无疾而終的感情，直到他回老家參加婚禮，人群裡他第一眼就看到了程念威，那一刻心跳如擂鼓。他確認他還喜歡程念威，10年如一日的喜歡。沈燕洲以為好歹多活了10年，在聽到蘇婉清這話時會比從前灑脫，可他發現他做不到，心臟還是悶悶的疼，像被什麼東西攥緊了，喘不過氣來。他再沒看蘇婉清一眼，轉身走了。他一走，蘇婉清的表情瞬間冷了下來，眼底神色晦暗不明。我沉默地回到營地，剛坐下，賀景深就懶洋洋地搭話：去廁所去了這麼久，要你管。說完提起桌上的一瓶紅酒，就往夜色裡走去。賀景深臉上笑意收起，也起身跟了上去。你要买醉也挑個好時候行吗？这又不是酒吧，喝醉了誰给你扛回家？你暗戀過一個人嗎？賀景深愣了一下，如實道：我長成這樣，很難暗戀一個人。我情緒都到嘴邊了，愣是被這句實話噎了回來。趁機奪過杯子，又猛地灌了一大口。賀景深啧啧2聲：你喜歡那個律師吧？你怎麼知道？我是搞電影的，你看他的眼神，我一眼就能看出來。我暗戀他好多年了，我從來沒有這麼喜歡過一個人。那你們為什麼沒能在一起？因為他喜歡今天跟他一起來的那個女生。对，他喜歡蘇婉清。哼，喜歡又怎麼樣？又沒結婚，你大膽表達自己的喜歡怎麼了？難道憋屈的躲在這兒喝悶酒就高興了？你咋這樣？這不是叫我去撬人牆角嗎？這賀景深頭都大了。別哭了，我不說了還不行嗎？賀景深身體瞬間僵住，下一刻他若有所感地抬起頭，就和沈燕洲那雙冷得不能再冷的眼眸對上了視線。賀景深愣了一瞬，而後頗感興趣地挑了挑眉。既然你和沈燕洲注定不可能在一起，那麼你要不要換個人喜歡？賀景深說完那句話，心跳得厲害。他低頭看去，卻發現程念威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在他懷裡睡着了。他不由得失笑，再抬眼望向沈燕洲剛才所在的方向，那裡早已空無一人。我這應該不算惡毒難配吧？公平競爭也是要講究點手段的。第二天回到家後，我握着手機反覆斟酌，想給沈燕洲發條消息，可手指在發送鍵上方懸停了好久，最終還是逐字刪除了。如果他聽到了蘇婉清那番話，現在發消息不過是自取其辱；如果沒聽到，那我們之間除了工作，本來就不該有更多的交集。最終那條消息還是沒有發出去。1個月後，劇組轉場到了郊區。這天，我正坐在臨時搭建的休息區裡改劇本，聽說女主角的披肩落在大巴車上了，怕賀景深發火，我主動攬下了這活。結果拿到披肩原路返回的路上，為了躲避一隻受驚的山羊，我腳下一滑，整個人從小路上滾了下去。與此同時，正在出版社談合同的沈燕洲突然心臟一顫，他按了按莫名發慌的心口，可那股不安始終揮之不去。會議結束後，他剛走出出版社，就聽到了程念威在片場失蹤的消息。沈燕洲的心猛地一沉，大步向外走去。天色漸暗，我在劇痛中恢復意識，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個陡坡下的草叢裡。我艱難地撐起身子，借着昏暗的天光查看傷情。右腿已經腫得很高，輕輕一動就鑽心的疼。我試着往坡上爬，可沒使一分力，腿上的劇痛就讓我冷汗直流。幾次嘗試後，我終於放棄了，無力地靠在斜坡上。寒風中，我抱緊雙臂，等待着不知會不會來的救援。意識漸漸模糊，賀景深被聞訊而來的記者們圍住了，寸步難行。沈燕洲便帶着人沿着那條小路反覆尋找任何可能遺留的細節。隨着時間越來越晚，最後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。突然，一隻羊從路旁竄出來，嚇了他一跳。終於找到你了！沈燕洲卻由此聯想到了什麼，突然看向小路邊上那片長得望不到邊的樹林。他想，他大概知道程念威在哪裡了，於是毫不猶豫的一腳深一腳淺的往下走，身上被樹枝劃了好幾道，也顧不上，只一遍又一遍的呼喊：程念威！
沈燕洲踉蹌着撲到程念威身邊，顫抖的手指探向他的頸側，直到感受到微弱的脈搏，他才虚脫般跌坐在地。念文，我带你走。給編輯發去定位後，沈燕洲小心翼翼地把程念威背起來。連續數小時的搜尋早已耗盡他所有的體力，他每邁出一步都沉重無比，汗水浸透了襯衫，雙腿也像灌了鉛一樣。可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，他要把程念威帶出去。等重新回到小路上時，沈燕洲終於再也支撐不住，側躺在他身邊，凝視着他的臉龐，緩緩閉上了眼。我再次醒來時，看到的是醫院潔白的天花板，轉頭便看到賀景深。給你放幾天假，好好休息。我試圖坐起身，給你添麻煩了。賀景深卻沒再說話，病房裡陷入短暫的沉默。他突然開口：不是我找到你的，是沈燕洲，他找了你整整2個小時，最後背着你爬上那個陡坡後，就體力不支昏倒了。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掀開被子，就往門外走。程念威，插足別人感召你很得意嗎？你到底有沒有自尊？我沒有。沒有你會一直賴在沈燕洲身邊不走嗎？如果沒有你，他本不該受傷。程念威，喜歡自己閨蜜的男人，不覺得自己很差勁嗎？每一句話都像刀子刺進心臟，我的臉色徹底白了下去。抱歉。你最好把嘴巴放乾淨點。程念威，你還真是有手段。多的是男人給你出頭，既然如此，你為什麼非得纏着沈燕洲不放？到此為止吧。你不用聽蘇婉清的，她說的不對。不，他說的对。這事早就該到此為止了，我早就該和沈燕洲做個了斷。你怎麼來了？我來感謝你啊，多虧了你把我從底下撈上來，不然我就完蛋了。沒事，舉手之勞。我嗯了一聲，兩個人又陷入了沉默。等你好了。沈燕洲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說。什麼事？其實我喜歡你。哦，不對，是喜歡過。什麼意思？我喜歡過你的時候，所以見面之後，我有時候會分不清現在是2025年還是2015年，更分不清站在我面前的是18歲的沈燕洲還是28歲的沈燕洲。你不用太在意，我現在想清楚了，從前就是從前，不能影響現在。我不能那樣做，對你不公平。我們就做朋友吧。過了很久，他沙啞道：當朋友嗎？當朋友。好，那就當朋友。那我就不打擾你了。对了，我的小說裡寫到了你，但你放心，我會修改劇情，不會影響到你的。程念威，謝謝你的喜歡。我死死咬住下唇，不讓哽咽聲傳出來。推開門的瞬間，心上那塊積壓已久的石頭終於消失了。真好，那些藏在心底10年的話終於說出來了。這大概就是我們之間最好的結局了。走廊盡頭的窗戶開着，風吹起我的髮絲。我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沒有回頭。病房裡，沈燕洲望着窗外搖曳的樹影，輕輕閉上發紅的眼睛。他的暗戀也終究該到此為止了。電影上映的第1週，票房和口碑都超出了預期。作為原作者和編劇，我收到了無數採訪和活動的邀請，但都婉拒了。我把自己關在北京的公寓裡，對着電腦屏幕發呆。窗外是繁華的帝都夜景，霓虹閃爍，車水馬龍，可我的心卻越來越空。我點開手機，看着那個熟悉的對話框，我和沈燕洲的最後一條消息還停留在半年前。我深吸一口氣，關掉手機，重新埋頭工作。與此同時，沈燕洲面前的茶几上放着那本已經被他翻看了無數遍的小說，旁邊是電影的宣傳海報。電影他看了3遍，每一遍那個被修改的男主名字都像一根細小的刺扎在他心上。這就是程念威說的不會影響到他。他直接把小說男主名字改了，把劇情裡所有可能暴露他身份的細節都刪掉了，像是要借此機會徹底跟他說再見。沈燕洲癱在沙發上許久，才嘆了聲氣。這時好友的電話打過來。沈燕洲，你看了那部電影嗎？看了。然後呢？就沒什麼想說的嗎？我真不敢相信，你居然還能做得這麼穩當。沒有，都過去了。
沈燕州，男未娶女未嫁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我怕说了之后，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可不说，你们永远只能是朋友。你真的甘心就这样吗？電話掛斷後，沈燕州摩挲着書頁上那個被修改的名字，想起程念威說當朋友時泛紅的眼眶，想起他在病房門口微微顫抖的背影。10年了，他以為自己早已習慣了錯過，可當看到電影裡那個被改掉的名字，他才明白，有些遺憾會隨着時間發酵，越來越痛。不請我進去坐坐？你怎麼來了？來看看我們的大編劇是不是又在熬夜工作。賀景深自然地走進客廳，給你帶了點宵夜，你最愛吃的那家港式茶點。他的視線在屋內掃過，敏銳地捕捉到我眼角未乾的淚痕和略顯紅腫的眼睛，笑容微微收斂，但什麼也沒問。謝謝。沉默了一會兒，忽然開口：電影很成功，恭喜你。也恭喜你，賀導。如果不是你給了我這次機會，我也不可能多了這麼多工作。賀景深盯着我看了半晌。如果你真心想感謝我，就給我追你的機會，怎麼樣？什麼？程念威，我們認識也挺久了吧？從橫店跑龍套到現在一起拍電影，我一直覺得我們很像，都是那種心裡憋着一股勁兒，非要做出點什麼來證明自己的人。我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看着你的感覺就變了，會忍不住想關心你，看到你難過想逗你笑，看到你和別人走得近心裡就不舒服。程念威，我喜歡你，不是朋友之間的喜歡，是男人對女人的那種喜歡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心裡五味雜陳。賀景深很好，他張揚耀眼，才華橫溢。如果沒有那段刻骨銘心的10年暗戀，我或許真的會被打動。可人生沒有如果。賀景深，謝謝你喜歡我，也謝謝你一直以來的照顧。可是感情不能勉強。是因為沈彥舟嗎？我沒有否認。我的心很小，住進了一個人就再也容不下別人。哪怕我和他可能沒有結果，我也沒辦法欺騙自己，也沒辦法欺騙你。賀景深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為他會生氣，或者直接離開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被發好人卡了。理解，怪我出現得太晚。對不起。這有什麼好道歉的？你只是不喜歡我而已，又不是嘎人放火了。行了，我賀景深拿得起放得下，說不定明天我就不喜歡你了呢。宵夜記得吃，別浪費了。我走了。對了，我聽說沈彥舟一直是單身，沒和那個什麼蘇婉晴在一起過。說完，他便推門離開了，留下呆愣在原地的我。初秋的北京已經有了些微涼意，在出版社附近的咖啡館裡，我居然撞上了好久不見的沈彥舟。短暫的沉默後，正當沈彥舟想說點什麼，一個聲音插了進來：手續都辦好了，我們走吧。賀景深很自然地走到我身邊，我下意識地看了一眼沈彥舟，對上他瞬間黯淡下去的目光。我想解釋，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。解釋什麼呢？以什麼身份解釋呢？走吧。沈彥舟站在原地，看着我們並肩離開的背影，刺得他眼睛生疼。傍晚，沈彥舟獨自一人去了常去的酒吧。別喝了，你早幹嘛去了？叫你膽小，叫你猶豫。現在好了，人家跟賀景深出雙入對，你就自個兒在這兒喝死算了。沈彥舟垂着頭，他沒有反駁，只是沉默地拿回杯子，把剩下的半杯威士忌一飲而盡。蘇婉清接到電話，趕到現場時，看到的就是一個為女人買醉、狼狽不堪的男人。你就這麼喜歡他嗎？喜歡到看不見身邊任何人？我就這麼不入你的眼嗎？是啊，喜歡他。好像從認識他開始，我的心裡再也裝不下別人。沒有他，我好像都不會愛人了。這句話像最後一根稻草，壓垮了蘇婉清所有的堅持和幻想。她的10年，原來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獨角戲。她忽然覺得無比疲憊。去追程念威吧。來不及了，他有對象了。沒有，是我騙程念威的。我告訴他我們在一起了，所以他才會退出，才會放手。他根本不知道你一直喜歡他。你說什麼？我說，是我用我們根本不存在的在一起逼他放手的，因為我喜歡你，所以對不起。
最後3個字輕得像嘆息，卻重重地砸在沈燕洲心上。所有的困惑，程念微的疏遠回避，瞬間都有了答案。我和贺景深在公寓楼下告別，剛轉過身，腳步卻猛地頓住，心臟像被無形的手攥緊了。沈燕洲就站在不遠處，他像是匆匆趕來的，頭髮有些凌亂，呼吸還沒平復。他一向沉穩冷靜的臉上，此刻寫滿了急切。你怎麼會？我有話想跟你說。行，你們聊，我走開。还是觉得疼啊。见贺景深離開，我轉回頭。你要說什麼？我沒有和蘇婉清在一起。不對，是我從來沒有喜歡過蘇婉清。我和她只是朋友而已。這句話裡的朋友二字突然尖銳地刺痛了我。蘇婉清和他是朋友，我也和他是朋友，我們2個人真的有區別嗎？你來找我，就是為了說這個？不，我來找你是為了告訴你，程念微，我喜歡你。從10年前開始，我就喜歡你了。你說謊！我沒有說謊，我喜歡你。從10年前開始，一直都是。我不信！我的情緒徹底失控，眼淚終於決堤，這要我怎麼接受？原來我們曾經是互相喜歡的，那我們這錯過的10年算什麼？我不喜歡吃麵，覺得味道太寡淡。可是因為你總去那家麵館，高中3年我幾乎每天都繞遠路跟着去吃你最愛吃的牛肉麵。你喜歡紅色，不是因為覺得鮮豔，而是因為你奶奶給你織的第1條圍巾就是紅色的。你最喜歡的歌手是 MJ， 不是因為他的舞步，而是因為你偶然聽過他的一首慈善歌曲，覺得他內心善良。你愛看的電視劇反反复复看了不下5遍，每次看到靖王認出林婉那段都會哭。他如數家珍般訴說着那些關於我的，連我自己都可能忽略的細節。我徹底怔住了。那你為什麼說好了和我一起去北京，最後卻沒跟我去？我的志願被我爸私下改了，他希望我學法律，覺得去上海更有前途。他直到錄取通知書下來才告訴我。而且那個時候你對我真的很冷淡，我以為你討厭我，根本不喜歡我。就連我鼓起勇氣的那2次告白，你都沒有來。2次告白？第1次，我約你周末去圖書館，你說你要寫卷子沒空。第2次，畢業前1晚，我發信息給你說有話想當面跟你說，很重要。你一開始答應了，可最後你還是沒有來。我看到了蘇婉清跟你告白，我以為你那2次約我都是向我打聽他的喜好。我再也說不下去，巨大的荒謬感和遲來的醒悟像海嘯一樣把我淹沒。原來只是一個如此卑劣又輕易的謊言，就讓我們彼此誤解，硬生生錯過了整整10年。對不起，是我太笨了，是我沒有早點發現，沒有更堅定的找到你問清楚。對不起。可是，如果我們有緣的話，遲早會再遇到的。我們之所以沒能遇到，或許就是緣分不夠吧。我們現在不也各自過得很好嗎？不好，我一點也不好。程念微，我不要再相信什麼狗屁缘分了。大學4年，我去了無數次南京，我走在南大的校園裡，幻想着能在某個轉角遇到你。可我每次都因為膽小，害怕打擾你，害怕被你拒絕，連一條問候的短信都不敢發。畢業後，我每次在網絡上，在朋友口中聽到你的消息，都只能強迫自己移開視線，假裝不在意。這種明明近在咫尺，卻只能裝作陌路的感覺，太痛苦了。我們不要再錯過了，好不好？給我一次機會，也給你自己一次機會，好不好？聽着他近乎崩潰的告白，我心裡滿是酸澀與掙扎。我何嘗不痛苦，何嘗不遺憾？可破鏡重圓需要太大的勇氣，而我似乎已經失去了那份不顧一切的衝動。我害怕再次受傷，害怕重蹈覆轍，更害怕會耽誤他。於是我選擇了最懦弱的方式，逃避。算了吧。沈燕洲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為什麼？因為我累了。沈燕洲，糾結過去沒有意義，我們都已經不是10年前的那個自己了。而且我剛剛已經答應了另一位導演的交約，要出國拍戲。那個項目周期很長，一拍就要3年，我不能再耽誤你了。你值得更好、更安穩的人。就這樣吧，再見。
沈燕洲僵在原地，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，他的心脏痛得他幾乎无法呼吸，所以他们之间終究还是这樣算了。巨大的無力感和絕望如同潮水般將他吞沒，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，他可能真的要永遠失去程念威了。我回到家，心亂如麻，沒有哭泣，也沒有歇斯底里，只是沉默的、機械地開始收拾出國的行李。3天後，機場國際出發大廳裡人流如織，我站在賀景深身邊，神情恍惚。就在即將輪到我接受檢查的那一刻，我的腳步像是被定在了原地，再也無法挪動分毫，腦海裡全是沈燕洲泛紅的眼眶和他那句卑微的“我們不要再錯過了，好不好？”賀景深回頭看我，念婉，不要做讓自己後悔的事。10年很長，可比起一輩子來說，還差得遠。他伸手輕輕拿過我手裡的登機牌和護照，我幫你改簽，把該說的話、該面對的心全都理清楚了，再來決定接下來要走的路。我怔怔地看着賀景深，是啊，我已經懦弱了10年，逃避了10年，難道真的要因為膽怯而錯過可能是一生的幸福嗎？勇氣在這一刻如同破土的春芽，驟然瘋長。謝謝。甚至來不及多說，猛地轉身朝着來的方向奔跑。我撥通了沈燕洲的號碼，可接電話的卻是他的助理。他剛才接了個電話，好像非常着急，什麼也沒說就衝出辦公室了。我的腳步瞬間停住，巨大的失落和恐慌攫住了我。然而，就在我幾乎絕望時，我的目光凝固了。不遠處，那個熟悉的身影正穿過人群，朝着我的方向大步奔來。他同樣氣喘吁吁，髮型被風吹得有些凌亂，西裝外套甚至沒有扣好，臉上寫滿了與我如出一轍的急切與慌亂。是沈燕洲，他也在找我。抱歉，我還是不能答應你就這樣算了。我喜歡你。這個吻遲到了整整10年。許久後，沈燕洲低頭看着我，終於抑制不住地揚起嘴角。我也破涕為笑，將臉深深埋進他溫暖的胸膛，感受着他同樣劇烈的心跳。周圍是喧囂的機場，人來人往，但這一刻，我們的世界裡只剩下彼此。我喜歡你，沈燕洲。10年蹉跎，幾經輾轉，我們終究沒有走散。謝謝你曾經出現在我的青春裡，更謝謝你最終留在了我的未來裡。